新人卖命想要红，灵异探险变探亲。只要有机会可以上节目，人家说什么都好。灵异节目出外景，他就找我去，在高速公路上被人家插到的时候转2圈半，整个车子全毁。但是其实去录那个鬼屋节目，其实当然就是慢慢，其实也后来也会习惯。节目发你也很正常啊，让你回去探亲有什么不好？当然，人家去探险，去探亲。上游戏节目体无完肤，吴尊却有保命技巧。常常在宫庙的这个综艺节目，我们要做老汉推车的那个动作，上去下来哇就被割伤。刚出道的时候我也常上那个节目，然后每次回来以后我都要去整集这样。我每个月都去那个节目，对，跟大姨基妈一样。本上都不会受伤。因为我太烂了，所以那种很有难度会受伤，他们都不会让我玩。很聪明的，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欢迎收看《女王大人》。陈哥，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大贵人。哦，干嘛？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八小玉我。严重了。不只是工作，还有生活上你也给我很多的提醒跟借鉴哦。真的。哇，每次在休息室里面看着你在那里大吃大喝，好像没有明天一样，我就告诫我自己，绝对不能跟你一样。当艺人是要有羞耻心的。谢谢陈哥。这个道理应该没有。有你真好。你都感谢成这样子了，那我也不能不表示一下。真的。太客气了。来，制作人啊，你帮我跟安心雅讲一下。好。那下个礼拜帮他代班的事情，在以后再聊，过几天再聊。过几天再聊，不用聊了。陈哥一辈子的主持搭档只能是我八小玉。演艺圈的工作呢，真的竞争的非常的激烈。这个成功呢，固然是需要努力跟实力，但是拥有贵人相助，那绝对让人如虎添翼。是。我们邀请到4位来宾来分享一下，到底他们在演艺圈打出名号，都获得了哪些前辈的大力帮忙，让他们没齿难忘。欢迎他们出场。来介绍第一位，哲丽。欢迎哲丽姐。欢迎吴尊。哎呀，吴尊。欢迎杨子怡。子怡呀。欢迎林柏宇。哎呀，柏宇。对啦。欢迎4位。成功我们大家都可以代班，是不是？对呀。对啊，我们刚刚听得很清楚哦。我最有资格，因为我最便宜，而且我还可以扮女装。先别提巴玉的事情，先别提代班的问题。因为巴玉实在这几年，因为他比较，自从他走红了以后啊，他的确动画比较不好瞧。是。对，以前我们在通话能够挪动啊，干嘛？现在挪不动。没有这种事，没有，没有超过5次的，没有超过5次。我很闲，我超闲的。啊，不要再跟我讲，我知道。现在要请你们从不同的年资，10年、20年不等，30年不等的年资，来分享一下。这么久才知道这里有多难混。我那个时代只有3台，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刚出来，就像你说的，刚出完片之后，然后就开始会接一些像节目助理呀那种。那可是那时候有综艺节目你去，他一集大概就给你1500块，上的钱少，就钱已经不是问题，你的制装费还要自己负责。然后你站在旁边的时候，你一句话都没有机会讲，你只是递个东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是有那个灵异节目出外景，他就找我去主持当外景主持人，一集是2000块。可是你知道他有多很辛苦？就可能我们因为你知道灵异节目，他一定是半夜12点以后去录影，约在可能今天要去花莲的山上，那我们可能就是9点先在公司集合，坐工程车，然后开到山上去，因为你知道开到花莲也要很久，然后到那边的时候才集合观众。那你知道好像会碰到那种三太子宫庙的人，你要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跟你讲。现在我刚才有感应到，你看现在有一个人走过来，你知道要走过来，我又看不见。现在往那边走过来，他走过来，你知道我快吓死了，你知道吗？走过来，对，他就说他走过来哦，你可以跟他大家聊个天。我说聊个屁啊，聊个天，吓死了，你知道？然后我后来最后决定不主持，是因为我就是主持完那个，后来去路百站，在高速公路上被人家插到的时候转2圈半，整个车子全毁。
还好，人没事还好我人没事。可是那个时候我妈说，你看吧，就这样，你不要去主持这种节目，就带赛啊，怎样怎样，我就被骂，然后后来我才把他请辞掉。可是那时候真的就是为了要。只要有机会可以上节目，人家说什么都好这样。他也主持了很多年的灵异节目，主持了5年左右。但是其实去录那个鬼屋节目，其实当然就是慢慢，其实也后来也会习惯。节目发你也很正常啊，让你回去探亲有什么不好？当然，人家去探险，去探亲，哦，所以我是鬼屋探亲。对，那我们那个才真的是探险，我们还要在吊转，就是要躲的时候，还要在那个棺材要挖好的那个墓，你还要在里面呢。我们挖好的墓要下去，就像那个人家都要扫墓才看得到亲人，你看你平常就看得到。我每周都在看亲人呢。哦，然后我记得还民雄鬼屋也有那个古井啊。对，古井，然后我们要下去，然后要被盖起来。要下去啊！一个人带那个 GoPro 要下古井，下古井啊，多深啊？他后来把它封起来了，但是你就是它高度至少还有这样子，1楼高，差不多半楼高啊，你就进去，然后他用盖子把你盖起来。好啦。然后就在里面，那个可怕。对，因为下面还有，因为旁边都是草，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怕草的人。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都是夏天去，之前夏天去，全部都是蟑螂。有一个蟑螂，我就害怕。对，就是之前这样有一个鬼突然这样飘过来，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可是2、3只蟑螂飞过来，那个真的超恐怖。还有录影录到一半，因为我们摄影机会打光嘛。然后因为很暗，夏天那个蝉那个蝉长跟蟑螂一样会飞到你嘴里，直接被直接飞到你嘴巴里面，补充蛋白质了。对，就类。然后我们就是很常会遇到这些，就是慢着，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说鬼飘过来没感觉，但蟑螂飘过来你会鬼飘过来。我觉得是当你去久了，去了5、6年之后，他直接倦怠了啦。你已经慢慢会跟他们打成一片，对，好习惯了。我等于是先到那边累积知名度，下去之后我就是一线的。哦 ，A 咖啊，他来了，我之前都看你节目之类的。我之前都看。我就是谁说你是一线的？我下去就是鬼啊，鬼界的一线主持人。我会照顾你，到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大家。但是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觉得鬼屋外景是大家会觉得你好像身上像珍妮姐刚刚讲，大家都不太敢靠近你。就是我录那个经纪人是不跟的。我进公司之前还要站在公司外面，手掌朝上晒太阳晒15分钟，老板才会让你进去。晒15分钟哦。你那5年当中没有撞到任何灵异事件吗？很多，各式各样。你不说你看不到，但是我看不到鬼本人，但是你就会发现，嘿，那东西怎么自己在动？就是类似还有遇过那种，就是椅子是这样嘛，它是这样单边这样翘起来的。你确定不是工作人员搞的？我确定不是，因为工作人员全部都在我旁边，然后也不可能绑线，他就椅子突然这样，然后我们进去他就这样变成这样，然后是后来换一边，然后总共4次。然后那个东西它就是以前庙里面不是会有拿那个小椅子真的很凶哎，写那个香灰吗？写那个字，然后它是盖着红布，然后他就在那边动，然后制作人说怎么可能？不可能，你们不要再装了，赶快进去拍。就我说真的有，我就自己喊咔，然后就看回放，就真的有拍到。你有看到这么夸张的？没有，就是有那种，譬如说你去到那个饭店里面，是已经就是年久失修的饭店，废弃的。然后那个电话是古时候那种，就是要拨键圆圈的那个，然后那个电话线也断掉了，然后你走进去铃声响。哇，真假？我想跑第一个是摄影师啊，第一个摄影师就跑了，我们主持人在后面吓的，你知道吗？电话响了，你知道吗？真的吓死了。摄影师真的是摄影师啊！我跟你讲，我们的节目这几个啊，他们是忠心耿耿。真的吗？你这他灯架倒下来，他们都不会走。真的吗？真的，我们有一次也是拍一拍，然后就是我们拍到讲，砰，超大一声，门直接飞开。然后摄影师是冲出来，对呀，真的被摄影师跑第一。你为什么还不进来？我的后面一直有人在敲墙壁，就是很多这一种啊。后面一直有人敲墙壁。然后因为那摄影师女的，她已经要哭了，但过了1年，她就好像也习惯了。但是真的，是能习惯的吗？好难哦，演艺圈好难。而且没有人要代班哦，那个对，找不到，永远找不到代班的人，有没有人要去？那谁去代班呢？不可能，那只有他们那时候有只有医生会去3个人轮，对，医生会去吧。后来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是那个灯辉哥说，因为曾子瑜接到，曾子瑜他不要去，是听说是灯辉哥说，
我哪是你哦，我就去啊。然后曾菊说好吧，后来就去了。听师傅的。对，就听师傅的话，所以勉强才找到一个代班。医生有来我们宫里面问嘛，然后就是因为他已经出了那么久的节目，然后他在想说他身体会不会很脏，然后看起来虚虚，他自己照镜子都觉得他自己印堂发他整个人好像被吸干了然后他一样。就来，然后我们观世音菩萨就有下来说，哎呦，你好适合做这个节目，因为好兄弟会帮他。他有这样的人缘。对，对，所以他就更有信心，就想不到贵人有在阴间的吧？对，我也是录了那个节目之后，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认识，对，然后就开始就是有更多的工作，他们都属于这种属性。那有些人就不适合主持啊，像郑怡姐就出车祸，对，又出车祸。看杨子怡来啊，我回归正常一下演艺圈啊，我讲拍戏啊，因为菜鸟演员常受伤，对，遭人陷害只能扛。啊，押韵哎，这个制作单位很棒啊。押。就是那个时候我大概19、20岁的时候，然后我去大陆拍戏。那个时候其实大陆的戏剧没有像现在这么蓬勃发展，主要都还是香港剧组或台湾剧组过去拍这样。然后那一次我就是跟香港剧组一起，然后我们分成 A、B 组，然后其实演员很多，像志伟哥曾志伟，然后郑则仕我舅舅杨恭如，然后都很大牌，都很大牌，然后张卫健那些。那个时候因为要配合他们那些巨星的时间，所以我们年轻演员就是轮着操，我们是演5行的故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72个小时没有合演，哇，就是一直补妆啊 ，A 组拍完以后就去 B 组拍，B 组拍完后 A 组拍，就这样一直拍没有停这样。而且导演他们都是香港人，都不讲普通话，对，全部都讲广东话。然后你听不懂，他就动不动就丢你这样子，丢你东西啊！对，然后那因为我们 A、B 组导演就是拍摄风格也不太一样，其他年轻演员就是有大陆的，然后也有香港的，然后他们就说 B 组导演拍很慢的，动不动就啷中特这样跳，那我自己都可以拍啦。像 A 组导演就很棒啊，他就是一颗镜头一镜到底，然后就是我们这样走戏这样很快这样。我那个听也听不懂啷中特，我就哦，然后就没想到隔天我去拍 B 组的时候，那个 B 组导演就叫过来，杨子怡啊，你很厉害哦，你都说我啷中特啦，拍很慢是吧？好，我拍你快爛啲啊 ，OK 啊，就几乎不给我镜头，就很快就拍我就直接带过这样。无法解释吗？无法解释，因为其实我根本不懂，可是。你也不能说什么，吃瘪了。对，然后吃瘪，然后你就是只能吞这样。哇，对，然后那个时候拍戏，除了这种闷亏以外，就是还有，因为我们是5行的戏，所以我要跳楼嘛，然后大概就是要练习怎么。你本来就有动作底子是吧？我没有，我就是没有。你也不怕高？我很怕，我超怕。然后那个楼大概也是4、5层楼高，然后导演就问我说15公尺哎，杨子怡行不行啊？我说我试试看，然后赶快旁边的5行就开始教我怎么抢背，就是你翻然后怎么样去抢背，这样落地就是一般的抢背。然后抢完以后，然后那个5行老师在跟我说，好，那你现在要练习的是你在空中的时候你要怎么翻过来。然后我说这个我没有办法吧，然后就已经现场都 setting 好了，然后导演说你行不行？我说导演，我觉得我还不行啊，还不行啊，然后就还是请5行来跳，然后最后我就然后换5行跳，5行下去，很帅哦，他这样跳下来，然后一个翻，然后这样落地，然后就纸箱嘛，因为下面都是纸箱，砰，每一层这样下去，大概5层吧，下去以后，砰下去，然后他脚就这样刚好掉出纸箱，扣在地上，整个碎掉。5行都睡到睡脚，我到时候睡头。然后我那一场戏是在一个废墟里面，大概5、6层楼高。哎呦，然后我被绑，就是戏里面我被绑架，我被坏人绑架，然后我被吊起来，然后就是双手就是吊5层楼高。对。可是后面当然有钢丝啊，有威亚，有确保吧？对，有确保。然后下面就是叠很多纸箱。就被吊在空中这样哇，然后我就看下面纸箱，然后我又想着哇那个5行脚碎掉这件事情，我就好不好 ？OK 咔 ，OK 好了，可以了，这颗镜头 OK 了，可以放下来了，放了。我说好，可以放我下来。就他们不是先放这个绳子，他们先放后面的钢丝。哇！
就超痛，我整个手就是这样被那个麻绳这样绑着，我赶快抓着上面的，对，绑紧，我抓住这样抓着。可是你怕上面那个因为只是演戏，你没有绑太紧啊，就这样就掉下来。然后我就一直叫，他们说副导演还是说，哎呀不要再演啦，我们咔啦。我说不是，你们放错了。然后讲说哎放错，就赶快放那个麻绳下来。放下以后，我这边全部都是流血，这边全部都，因为我是整个被吊在上面这样子。对，哇！我觉得拍戏真的好辛苦。你那时候没有动念想说，那就不要走这一行好了。有，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副业是房地产，你有说过？对，但是还是喜欢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命贱。对，我们就是喜欢这一行。我的是客串戏剧演色狼，裸体出演超牺牲。这不是你喜欢的事情吗？对啊，哎呦，我没有有戏路嘛，就是现在才开始喜欢，以前没有那么没有啦，我现在也没有喜欢。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这是我刚出道的时候，真的哦。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开始出来工作，刚开始进入圈子，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其实工作都很稳定，比现在还稳，就1个月差不多1个通告。就是很稳定，都大概是这样。很稳，很棒哎。对啊，稳定的少。现在都会有什么淡旺季起伏啊什么的，哎，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每个月就1个通告。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部网络短剧非常非常的红，那时候他们就发我一个角色是要我去演一个色狼老板，就变态，喜欢骚扰员工，就是喜欢酒池肉林的那一种。简单来说，就是我在汽车旅馆，我跟很多比基尼辣妹坐在一起。然后呢，我本身也是一个变态，所以呢，我也只穿一条丁字裤。哇，那个丁字裤是钉到就是钉的那么钉的那一种，就是可以看到长颈鹿浮水印的那种。哇，那个就是直接，你齿毛都可以刮干净。它就是你从头到尾就你只有这么一包。那个可以露出吗？还是要对啊，那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吗？但是因为我是坐着的，所以其实也看不太到，坐着。他要你看起来像没穿，干嘛要穿？反正你都坐着穿。但是不知道他们就这样要求啊，然后他们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去，因为他们可能太忙，然后我还主动说，哎，还是丁字裤要不要我去买？他就是这样子。你是给我们看穿起来的还是穿起来的？我要看穿起来的。钉哎，就是这么钉。丁字裤大概是长这样，就是差不多长这样。然后我后面屁股就等于说，如果你们拍我背面，我等于是全裸的。对，就只有2条线，因为它在缝里面卡缝里面，它直接卡缝，就是真的是卡缝。就是，然后你在片场的那场戏中间都是这样穿着的。对，然后因为很尴尬的是，因为我刚出道，所以大家根本不认识我是谁，不管是幕后还是幕前，所以我会变得就是很尴尬，我自己也会害羞，我不知道这么钉啊。我买的时候还没想那么多，我穿了之后就哇那么钉，就穿了之后我还要自己用指甲刮很多爪痕。哦，你是有一点 M 体质，对，然后就突然走来一个很粗犷的工作人员，他就涂了口红，好对，过来，我给你一点唇印，然后他就亲了我几下。然后我就身上就有一些唇印，然后 anyway 就到那边之后，我就好好开始拍，然后我就想我要演什么内容呢？就是熊熊会开门冲进来，就啊走错了，不是这一间，关门，这部戏就结束了。你这么久，最终就这一个镜头，对，但丁字裤的钱他没有给我了，然后那最后这些都有播出吗？都有播出，画面就是。好，5、4、3、2，就耶，我就撒钱嘛，太开心了，呜，然后熊熊就进来了，所以我的画面，我台词就这2句，就结束了，3秒钟。那之后有很多人就是来跟你讲说，他们都有看到这个，然后印象很深刻吗？没有，就连我问没有主角们各个演员，他们都说不知道。后来我跟熊熊讲，他说有拍这一幕吗？可是也忘记了。后来想到哦，好像有哦，那个是你哦。所以其实观众根本不会就没有 get 到那个画面，但是因为以前刚出道的时候会觉得什么都接，什么都做，就是他总是会有让你成长的地方，这不容易啊！你爸妈要知道他鼻酸嘛。上游戏节目体无完肤，吴尊却有保命技巧。常常在宫庙的这个综艺节目，我们要这种老汉推车的那个动作，上去下来，哇，都被割伤。刚出道的时候我也常上那个节目，然后每次回来以后我都要去整集这样。我每个月都去那个节目，对，跟大姨妈基本上都不会受伤，因为我太烂了，所以那种很有难度会受伤，他们都不会让我玩。很聪明的，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这不容易啊！你爸妈要知道他鼻酸嘛。对，我儿子在演艺圈发展的很好，很多机会，很多人很喜欢他啦。你看他给我看，卡内基还有像你过来，你要不要演什么演艺圈？这个情绪转折，不知道吴尊啊，你是在演艺圈还是在玻璃圈呢？就是。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谐星或者是喜剧演员是被欺负，上节目被欺负什么，但其实这些都是大哥给你的机会。对，有些时候我们可能 maybe 像玩很大，我被丢到水里啊或什么，通常都是 Key 的丢我，但第一个把我拉上来，第一个给我毛巾，第一个跟我道歉的都是他。他说他被骂没关系，但至少就是让大家可以看见。所以其实很多辛苦背后，其实都是大哥很暖心的举动。哎呦，你真的很正向。要走暖心的部分，会不会走早了一点？太早了吗？太早切入了，因为大哥太过分了。对。等林博宇讲完，我们再来感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贵人嘛。对。贵人还没有出来，好不好？好。现在贵轮美了，好来看一下主播形象换跑道，转战综艺很拼命。对，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演艺圈的新人，大家就是图一个名气嘛，被看见。那我是转行，在主播的时候其实就有名气，这是好事，就是你转战演艺圈，你总是人家会觉得哦，至少知道你是基本盘已经有了，带着知名度来的，对，但是它其实也是一种包袱，就是因为主播包袱，大家会觉得你就是端庄，你就是稳重，你怎么可能去上综艺节目？你怎么可能去做一些你知道觉得不可思议，像是吴尊做的那些事情，搞笑做效果这一类，对，他会觉得哈，我到底在看什么？但那个时候我刚好转的时候，我前东家。就是有一个非常知名，到现在还在做的，常常在宫庙的这个综艺节目，玩游戏的节目。集合幸福玩到就近上道，来集合，夏立伟。好啊，当然我就觉得很有荣幸可以参加，他找我去。当然他们的游戏其实基本上都蛮危险的，很超。对，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做老汉推车。的那个动作，然后重点是在泥泞的田里面。等于我其实下去，我已经这个泥已经在这里，已经在你下巴了。对，我只能这样子匍匐前进，这样，然后看谁快。然后其实那个泥里面你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真的是人家的田，人家的田。那上去下来哇就被割伤，起来的时候还有观众说啊你不是那个主播，然后就开始这样拍到处拍，就在我旁边一直觉得很新鲜呐。对，然后另外像是也有玩水的这个桥段，那个水桥段就是摆2个像是小朋友用的那种儿童泳池，里面摆一点点的水。2个男生拿着那个拉力绳绑在我的腰这里，然后你在那边很远，中间有水池，然后呢，我们2个要互相抗衡，那基本上我不可能抗衡到2个男生的力量嘛，所以基本上我一定是被拉走的，对，所以我要在那个水里面这样滚。其实你已经预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但是真的来的时候，你怎么滚才不会受伤？对啊，那水那么浅呢？对啊，而且它还中间2个水池还有间隔哦，所以你要这样。他看你会不会？他看把你可以拉到第几个水池这样子？对，这可能摔到一些腰啊什么的。没错，所以这些事情很危险。很危险。他说：“哎，博宇可以吗？你示范一下。”我说：“好，我可以。”我只能做啊，每次回来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伤。哇塞！我有看过旁边的人就骨折，然后脱臼的，也是很多。我自己，我以前也是刚出道的时候，我也常上那个节目。对，然后也是它里面有几个单元，我是印象非常深。反正他只要那天要录这个单元，就是休假请你好好矮，就是你要背。所有的女生这样子，然后他们有时候找一些那个就是8-90公斤的代表，哇，真的是有够壮硕的。然后每次回来以后，我都要去整集这样。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单元叫做谁是大钢牙，然后我也是被派下去，然后我对上的是一个92岁的阿嬷，我想说哈。那我一定赢嘛，随便比，对，随便比，我就放水下好，然后我们要比什么？谁是大钢牙就是要吃那个没有削皮的甘蔗，生的对，深色那个皮削掉，这样咬掉，把皮削掉还是吃完？没有，我们要把它吃完，要把它啃出来，然后你还要有那个甘蔗汁这样子，这样盖，然后这样吐，这样吐，然后我大概我还没咬到1/3根吧，阿嬷已经咬完了。
那是他的口香糖啦。怎么可能？他平常在嚼的口香糖。而且我的牙齿好酸好酸，我酸到那种有种很稀那种感觉。然后我一看阿嬷，整副假牙都是钢的，就是整块拿下来。真的是大钢牙。对，只是真的是大钢牙。然后就我想说怎么会那么酸？晚上刷牙也很酸，隔天去看牙医，我2颗臼齿裂掉。裂掉？对啊，我2颗臼齿裂掉，那个就是要做牙套了。对，用侧面咬。然后我这边咬太痛，我就咬这边，然后所以这边各裂1颗。对，然后我这样花下来1颗大概也花了3万块吧。哇！就做那个牙套啊、支柱什么的。对啊，可是那个2颗就喷6万，可是我那个节目也没有多少钱。是，你就是没打听的阿嬷，平常他家里面那些甘蔗榨汁机坏了，他都自己来。对，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喝的。阿嬷，这罐头我打不开，阿嬷。而且除了很容易受伤以外，其实对于这个真的是丑到不行。就我记得我还有一次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主播戴着丝袜套头吗？哇，这个太精彩了！我们好想看，好想看哦！我们就要看在游爸妈没有鼻酸吗？我们既然都已经去那个节目了，那人家要求你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叫吴尊丝袜套头，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可是今天叫你来丝袜套头，我长得就很像丝袜套头，绑在柱子上丝袜套头，然后往前冲，然后去戳那个气球。我们会想看。对啊，大家都想看。我脱下来以后，我整个隐形眼镜飞掉，不知道到哪里，然后妆整个已经整个毁掉。可是那个有节目还是蛮好玩的，真的是漂漂亮亮，可以啦。我也是每个月都去，我每个月都去那个节目，对，跟大姨妈一样，基本上都不会受伤，因为我太烂了，所以那种很有难度会受伤，他们都不会让我玩，我就玩一些蒙眼捞钞票。你是体院的啊？你是体育大学的？我体育大学的，对啊，辅仁大学体育学系啊。那为什么你很烂？他就开始走中了，身材开始走中了，比较少运动。最近有恢复，所以他们也都不会让我玩那些会受伤的游戏。他是聪明人，我就是就是老玩烂就不用上去，在旁边讲话，大概就是我是比较属于安全的那一部分。发片歌手没名气，大哥指点闯出名号。你就来百战百胜固定主持。瓜哥就说：“我跟你讲，你就烂一点，我就叫你真糟糕好了。”其实我发片还没有认识我，反正我在那个百战的时候，人家说：“哎，那个真糟糕。”所以他在出道的前10年把瓜哥节目上一遍。你看我做外景出身啊，都是我外景做了20年前就在做外景了，25年前呢，对不对？从我们以前黄金传奇啊，就有很多危险的东西啊，到后来冒险骑兵啊，没有几个轻松的，只是我们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因为他一般人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如何受贵人的帮助，让你如虎添翼。感谢，好不好？这个贵人是谁？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来谢谢他们。我其实要感谢的是瓜哥，一定必然。对，我是要感谢瓜哥，因为瓜哥其实是我妈妈的朋友，牌友了。对，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就是不发片了嘛，那发片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通告就更难，综艺节目因为只有3家电视台，所以其实是很难上，尤其是你是新人，所以那时候我妈就跟瓜哥说，哎，我女儿出唱片，可以帮她一下干嘛？那瓜哥这人非常好，他就是只要他主持节目，我大概就可以陆续上1轮，然后就陆续这样上了1轮之后，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来，那时候百战百胜很红，他说那你就来百战百胜固定主持好了。那时候除了有天使之外，再来就是主持群。那因为天使其实有些都会找一些比较厉害的，那我是比较不太会玩游戏的，所以那时候瓜哥就说，我跟你讲，你就烂一点，让大家来就是要挑你，我就叫你真糟糕好了。想了一个名号，他帮我想好一个，反正我就叫你真糟糕，来真糟糕来。我想其实我发片还没有认识我，反正我在那个百战的时候，人家说，哎，那个真糟糕，我去吃饭，哎，真糟糕，我说我叫真丽，真糟糕真丽，对啊，那可是玩游戏就是真的就是很烂，可是那可有一次你知道吗？后来瓜哥就跟我讲说，过了一个暑假，你要变真厉害。你不能再糟糕了，你要转型了。那我说好，他说所以你要想办法，所有游戏你都要玩的，就是你要真的会玩，要知道那个技巧。那我就跑去，我就说，真的他讲了之后，我就开始那3礼拜就很认真的去健身，去做特训啊，干嘛？然后回来就真的变很厉害。那因为玩游戏那个游戏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它有个叫《步步惊魂》，我知道。
真的踩那个假石头，踩那个有虚有实，对不对？我就当场，我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变真厉害？就是我当场看一个男生这样跳，最后要过关的时候，他踩到一个虚，然后跪下来，整个脚踝骨头穿刺，穿刺裂，你知道吗？我看到就当场是我亲眼看到他这样练，因为我刚好是在终点要访问他的那个人，然后大家就赶快先去看他，他就穿刺了嘛。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厉害一点，我回来要变真厉害了，我不要再糟糕了。真厉的贵人哦，还有一个是苏玲玲苏姐，我还没讲，还有你，还有是你，因为我们曾红家族的关系。所以我要讲什么，你知道吗？我回到那个点哦。是麻将，麻将是因为他是，回到那个点是麻将。他这个人的偏一圈没烦恼。他因为偏财运，也因为妈妈的关系，他接触到了麻将，也因为他麻将打得不错，所以妈妈没有跟瓜哥打的时候，也是他跟瓜哥打。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瓜哥就会觉得这个新人好像是可以拉拔。对。那也因为麻将呢，这中间就认识到了我之前的合伙人，那个苏姐。好，所以他在出道的前10年把瓜哥节目上一遍，那出道的中间10年就把我节目再上一遍。对，不止一遍，你的节目我们还不止一遍呢。我第一个要感谢就是陈哥啊，陈哥会不会觉得，哎，我做了什么事？你真的是贵人多忘事。我对你做了什么？没有，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好几年前你有一个一日店长的活动，其实是我帮你主持的，我还把照片带来。记得吗？益生菌。那时候我刚接的时候啊。对。然后其实因为我从主播转到演艺圈，以前我在主播很常主持的是记者会。OK。记者会就是你知道下面一堆记者，我走流程走一走就好了。其实我不太需要跟下面人互动。所以我接到一日店长的活动，会觉得哇，我有点紧张，有点压力，因为我不太知道怎么跟观众互动。那个时候我跟陈哥也不熟。但是那天他就看我很紧张，于是乎你就说，哎，不要紧张了，等一下哦，你那个观众要怎么互动，你就开始教我。他说啊，那等一下我们做一些桥段效果，就接就对了。他真的太紧张了。是，看起来是怎么样？他就是资料一直看啊，那资料都已经看破看烂了，我看他翻了好几遍了。那个手卡他应该是自己做的吧？对，自己做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担心他只是在走流程，有点可惜。我说下面这个观众他们都是零经过的，很近，都是激动的成员。对，要把气氛带起来，是跟他们互动聊天。这个技术其实到后来到这几年，我开始去外面接很多，不管是春酒尾呀，你真的是人跟人接近的时候，一本是唱歌，你要怎么跟他互动，其实我觉得都很受用，非常受用。对，要谢谢陈哥。哪里呢？哇塞，对，非常提携后辈了，不管是谁，感谢，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要很感谢，就是也是瓜哥。对。那现在我们就把我跟瓜哥的排位弄起来好了。喂，然后就开放照片就好，不是排位。对，要对。瓜哥又对你做了什么？瓜哥其实就集合我们场上，他就也是非常照顾后辈的人。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档戏拍了1年多以后。有1整年，将近快1年的时间，都没接到什么工作哇！然后我开始自我怀疑，想说天哪，我是不是不适合在这个圈子里面继续走跳了？一定会，真的会，而且连一个通告都没有的那种哦。然后有一天我就接到如安姐的电话，她说：“哎，瓜哥要去新加坡做秀，想要找你一起。”我就他需要中英主持，他说那就带博仪去好了。很开心，就是接了那个，人很多也是那种200-300桌的那种，哇，非常大，200-300桌，一桌10个人，那是3000人的场，而且是3场哦，哇，就是去，然后过年的时候作秀，压力太大累出病，感谢陈哥神救援。拍戏会有一个拍戏的节奏，你综艺会变笨。我那个时候得恐慌症，也是因为陈哥，我们一起住，我帮你留了一个房间。他真的把你当自己弟弟耶。生病，哇，生病。过年的时候作秀，然后刚好这个秀做完以后，就遇到了 COVID-19 的疫情。还好。你知道这个秀其实它的配不错，也导致于我后来我就是大半年真的 COVID-19 之后，我不用担心那个收入，我就觉得是不是瓜哥那个时候知道我最近都没有在上节目，所以他才找我。
非常感谢他。他是不是看到你手都很紧的样子？猜拳只能出石头，就不会出布这样，只能石头抓很紧。这是你啊？对，就累积了一些，Terry 有趣啊。对，中英主持的一些这个经验之后，后来那个公司也看到这样的能力以后，后续也是再找我去，然后后来我就跟奶哥去，又开了一条路，对，又开了另外一条路了。漂亮。对啊。其实要感谢人太多，你幕前幕后其实太多人帮助。当然，那当然是宪哥带我入行，可是我第一个遇到给我人生指导的人就是陈哥。对，就是冒险骑兵的时候，然后我去上你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就看《黄金传奇》，我就很喜欢。小时候，对，我这样那个时候超市才刚出来嘛，小时候我就看超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那个曼哈顿的背包，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上陈哥节目，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我找他签名。很棒。就下节目以后，我拿给你签名，对，真的。对，可是我签在那个会掉的地方，现在那个已经掉了，没有了，再签啦，再签。错了。然后那个时候你问我说你现在几岁？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2吧，22、23。哇，好年轻。他说好，很好，你还可以再玩8年。8年。给你情感上。对，他说感情生活的建议。你这8年好好的玩，只要不要犯法，就去玩，去体验生活。30岁那年收山，好好冲刺你的事业、你的人生，然后找个另外一半稳定的人，好好的在一起。这一句话我就一直记在心里面。我真的对我到30岁以前，真的都在玩，拼命的玩。你也玩的比 Junior 细细吗？哎，差不多。哇，我是跟Junior 就是我哥嘛。对，我们是30岁以前，我们就非常认真的玩。世界就是游乐场这样。对。然后我觉得真的你会发现，现在40岁、42岁，你没有遗憾。对你完全你不会觉得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没有玩到，什么没有玩到。对，然后还要谢谢陈哥，就是我其实拍戏拍久了，你知道拍戏会有一个拍戏的节奏，你综艺会变笨，你知道吗？对，反应嘛，会反应好笨。我还记得上次那个连三冲那个时候，奶哥说杨子，你不要忘记你是综艺咖啊。我说啊，对不起奶哥，我真的忘了，因为就是反应变超慢，真的哦。对，然后其实我也很不太喜欢在节目上面这样聊天，我以前谈话性节目也都不太敢接，然后也是因为陈哥，我记得那时候我拍戏拍到一个有点萎靡，因为我每一部戏就是很接，我这一部还没杀青的时候，我另外一边已经进组了，我已经定妆接轨，我就一直拍，然后拍这么抢手，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有什么戏我就接，有什么戏我就接，然后那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忘记杨紫是谁了，然后有一天那个陈哥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看过我的 art？ 那个舞台剧，然后我就说我没有看，我看过屈中恒、朴学亮那个，对我看过国修老师的版本。他说啊，你没看过我的版本，你来看。然后我就真的，我杀青那一天，我就跟陈哥联络，然后我就从嘉义到台中，然后我就那一天晚上就看了。他说啊，不要回去了，那么累了，就是住饭店，我们一起住，我帮你留了一个房间，我们一起住，然后就喝，晚上就大家就喝点酒啊，聊天这样子。然后隔天早上我们又下去吃早餐，然后我要去那个拉皮那边，我要付钱的时候，他说哦，没有，陈哥已经都付了。他真的把你当自己弟弟耶。对，我的戏也不用门票钱，然后我连住他都帮我准备好了，然后我最后就送他们去下午的演出，然后我就北上回台北。其实我那时候蛮感动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我突然来，我也吓一跳。怎么就是来？先看一下，突然来，就是因为你会有点生病，哇，生病。因为陈哥，你会说演艺圈其实有点高危，尤其是演员也是，演员很常会为什么那么多演员会生病，然后最后选择那一条路，对，或者有忧郁，或者对，然后我要谢他，就是主持这么多节目，让我每一次上综艺节目的时候，我都很安心，活过来了，因为有你在，所以我都可以这样侃侃而谈。真的，对，谢谢陈哥，谢谢陈哥。然后接下来我人生的后半段，我就要感谢我的师父西哥哦，对，陈柏正大哥，陈柏正，对。那当初我会认识他也是因为台视的雨后骄阳。但其实那一部会入围，我真的是侥幸到不行，因为导演也厉害，编剧也厉害，所有对手也都太强了，我几乎是被他们拱上去的。
然后那个时候西哥就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要珍惜啊，现在还可以演小生的时候，不要到时候你没有办法演小生，你才发现你那个时候有多么不努力，戏有多么烂。对，讲得好。对啊，他就很直接的这样告诉我，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在后面，就30岁过后了，就像陈哥讲的，我开始很认真的面对每一个工作，不管是角色也好，然后一直到整个人就变了。对，对，整个人后来就变了。然后有修佛，我觉得就像 COVID-19 那个时候，我甚至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得恐慌症，那个时候其实有报道有讲恐慌症，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得恐慌症，我那个时候是洗澡，只要看到热水蒸汽起来我就喘不过气，我在浴室晕倒2次啊，然后我平常心跳大概就是50、60，就是比较慢的，医生都会说你是运动员吗？然后就是因为运动员平均心跳比较慢，心脏对。然后我恐慌症发生的时候，我会坐在那边突然飙到130、140，可是完全没有任何诱发的原因，就突然飙到130、140，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灵肉要分离，我要再见了。然后最后我就告诉西哥说我好像得了恐慌症，然后他开始跟我讲道德心，大概讲了1周吧，我从一天可能发3次，到最后变3天1次，对，然后1个月以后我完全没有再发作，我也不用吃药。哎呦，对，我就非常感谢我这2位人生的导师。你现在心超定的，还可以定了，真的很定，可以。吴尊升格电影，他竟是他当幕后推手。我跟康哥认识的时候是在超级魔王大道，他是我师父，我有拜他为师，真的。后来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拍电影，是他带我拍的，跟我对手戏的是一个非常大咖的演员，叫好赞哦，非常好，对。就像子怡哥讲，就是我觉得我真的算很幸运，不论是幕前或是幕后的每个大家，就是从制作单位到摄影大哥，其实我真的算很幸运，是每一个人都对我超级好。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有非常2位重要的前辈，不要再提到我啊，那剩1个。2个，快吧，2个，反应真的很快。第一刚好是双康哦，第一个是我师父康金荣吗？康金荣大哥，他是我师父，我有拜他为师，真的，大家看到我都健健康康，喂，对，蛮像的，很像。然后那时候我跟康哥认识的时候是在超级魔王大道，就是一个模仿选秀节目。那时候其实当然我第1届表现的还算 OK， 还算不错，就是有拿到最强踢馆魔王奖。而到第2届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梗都在那个地方都丢出来了，所以在第2届我其实就是变得是非常的辛苦，我得一直去想江郎才尽了。对，那其实康哥就是会有时候会点我一下，说你可以用那个，我觉得蛮好笑的。那或者是可能在评分的时候，其实当然他会觉得，可能我那一次表现不好，但他不会只看我那一次，他会觉得我会创造出更多更新颖的东西。所以他会想要知道我下一次还要表演什么。所以基本上他很少给我4分以下。就是总共是5个灯吧，他看好你，对他就是想说你表现不好啊，难免的，谁在演艺圈都一直表现好的，所以你就下次把握再把它做好就好了。好像哦。然后慢慢的出了社会之后，就魔王大道结束了，出了社会之后，他就慢慢开始会给我一些想法，教我一些写脚本的逻辑。那后来也是我人生第1次拍电影，是他带我拍的。他的电影，然后那个时候我很感谢他，因为那一次我跟我对手戏的是一个非常大咖的演员，叫吴孟达。达叔达叔在后面很多时间，他也带我到处认识很多歌或者是一些老板，然后不管是尾牙春酒，其实他都会很 push 我。所以我很谢谢康哥。那另外一个康呢？另外一个康就是妥中康我们曾经同公司的赶东西的小康哥，小康哥，对，那时候我们出去玩，
然后常常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当艺人其实当久了会难免不小心，但这是无心的，对不对？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会有经纪人，会有助理，所以常常会有很多事情就他们会帮我们完成，所以我们会很习惯有人在身边帮我们服务或是帮我们做事情。可是当出去玩的时候，那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所以就是必须要很多事情都是你还是要自己来。对，那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习惯了 ，maybe 可能今天可能康哥的朋友在帮我们搬行李，或者康哥的朋友在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却在旁边滑手机或是聊天。这样不行。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对，工作场合。对，那不是工作场合。可是有些时候我就突然间的转换不过来，就是我们好像已经习惯这件事情，对，没有注意到那些事情平常有人做了。对，然后或者是可能今天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就我以为是在拍外景，就喧嚣喧闹，说好酷好酷，可是殊不知我们是在外面。后来在某一次工作，就是康哥就把我请到他的那个休息室。然后他就请旁边的人都出去，不管他的助理还是制作人还是工作人员，支开所有人，该是他告白的时候了。是的，清场，不是告白式，那天不是告白式，就是他不是告白式，就是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大哥，是他也。就是他想要跟我讲一些话，但他不希望这些话可能传出去，对，也不要让你难堪，也不要让我难堪，对，给我面子。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略掉这些事情，可是待人处事，在讲话，你注意自己的礼仪、仪态各方面的一切，其实都是决定你会不会红的一件事情。真的都是细节，对，所以他就教我、告诉我很多事情，可能你要注意身边有没有什么，或是你今天在外面就是不要大声喧哗，你要记住你是艺人。不要让大家觉得演艺圈的人好像是不是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多岁的时候，我很年轻。那从那次之后，我就开始会知道说什么应对进退或是待人处事这一些，都是小康哥教我的。所以这2位康哥在我演艺人生道路上帮我往前 push 了很大很大。好赞哦，非常好，对，非常好。还有你啦，你只是不准他讲而已。这是个感恩之夜，哎，我们要感谢人真的很多了，幕前幕后。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问题是，你要准备什么？你可以找贵人告诉你，或许你就知道我的那个行囊当中应该准备一些什么筹码。哦，在这条路上，因为机会必须要准备，可是要用你的脑子。好，祝福大家，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